新歌发布前夜，我带着词稿突然消失，裴绵给我打了999通电话，说好的发完这首歌我们就结婚，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有人在外网看见这份歌词了，你是不是想甩了我？他不知道，我因见义勇为误杀混混而入狱，双耳被刺聋，再听不见声音。我用手语拜托狱警帮我发信息，我不想再拖着你这个累赘，我要单飞。再见裴绵时，他已经成了唱片公司的大老板。节后，寺庙香客往来变得繁忙，有贵客来上开工香，我赶紧披上黄色小马甲去帮忙。刚出狱2个月，没人肯招供我这个劳改犯，幸好住持收留我当志愿者，管吃管住，每个月3000块，努力攒换个好点的人工耳蜗。一抬眼看到裴绵，他还是没变，跟记忆里那个我深爱的样子瞬间重叠。这儿乌烟瘴气的，咱捐点钱就走吧。搂着他腰的男人皱着眉，神色不耐。你不是说想新唱片大卖吗？裴绵宠溺地看着他，这行的规矩和玄学我可告诉你，到时别怪时运不济哈。言语间耐心又温柔，两人的眼神在拉丝。好吧，那我赶紧拜完，赶紧走。要3根香跟你说话呢，聋了吗？直到男人提高声调，我才看见他眉宇间的怒意，匆忙掏出香烛点燃递过去。裴绵自始至终连眼尾都未曾流转，是我现在这副模样他再认不出，还是不愿跟我这种背叛感情的人再有瓜葛啊！伴随一声叫喊，我未及醒转便被一巴掌抽得跌倒。你想烫死我吗？男人看着手背上烫出的红点怒目而视，我慌忙捡起残旧的人工耳蜗戴好，连连鞠躬道歉。男人拉着裴绵的手有些委屈，明天还要拍宣传照，要是留疤怎么办？裴绵满眼心疼，捧着男人的手轻轻吹气，没事哈，等回家我给你敷独门祛疤膏，要是真留疤了就纹个纹身遮着，我陪你。他撸起袖子拍拍手臂，原本纹着我名字的盐渍已经被洗掉，那次我被玻璃划伤手臂，医生说伤口太深可能会留疤。裴绵知道后便自己研究古方配出了独门祛疤膏，纵使每晚涂抹，我还是留了浅淡的疤。他怕我难过，便让我在手臂上纹了他的棉字，自己则纹了徐岩的岩。如今我的最后一点痕迹都被抹掉，独属我的偏爱终于也成了别人的。我扯紧被烫坏的衣袖，生怕显露尴尬。耳蜗好像2次损坏，我看着面前男女嘴唇张合，却听不太见声音，只能反复拍打。跟你说话呢。男人狠推了我一把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。当志愿者的，在工作的时候戴耳机听歌。裴绵瞥我一眼，陌生又冷漠。住持匆忙赶来为我解围，我却拉住了他。对不起，我在深深鞠躬。要是您想解气，大可以烫回来。我露出没有纹身的那条手臂，挺直腰杆。算了。裴绵挽着男人的胳膊，没必要在无谓人身上耽误时间，被媒体拍到就不好了。他踮脚凑在男人耳边，轻声低语了几句。男人转怒为喜，那我先去车里等你。他瞪我的眼神都柔和了不少。裴绵抽出支票晃了晃，住持应该知道，栾盛娱乐每年捐的香火钱是最多的，希望您招志愿者的时候擦亮眼睛，别让工作不认真的人来混吃混喝，明白吗？住持为难地看了眼我，最终点点头。我才明白裴绵眼里的情绪是什么，不是爱，不是恨，是终身无法原谅的厌恶。他可是被撞倒都能拍拍挥说没事的温柔性子，他那么恨我，不正是我5年前做下决定时最期盼的结果吗？徐岩，你就是个被打聋了的劳改犯，还在奢望什么呢？住持善心，允许在宿舍住到新志愿者上岗。我开始收拾行李，宿舍过2个街口便是那条暗巷。5年前，我正是在那里命运改写。这一切都要从跟裴绵的相识说起。酒吧相遇，志同道合，我背着吉他陪他逐梦京城。他玩键盘作曲，我弹吉他写词，在投递简历屡屡碰壁。参加创作比赛落选后，我们耗时1年，终于打磨出了一首绝唱，给相熟的制作人看过，说大爆的可能性很大。裴绵承诺我，不管这首歌的反响如何，他都会第一时间跟我领证结婚。那夜，我带着最后修改的词稿回工作室，路过暗巷，突然听到有男孩微弱的呼救声，一下就认出是裴绵患有自闭症的弟弟。我抄起巷口的铁钎就冲了上去，放开他，否则我立刻报警。裴成一身狼狈，冲我投来求救目光。对方是2名精壮男子，我势单力薄，只能把裴成护在身后。眼看着他们朝我扑来，我只能胡乱挥舞着手里的武器。突然一声惨叫，其中1名男子脚底打滑，铁钎穿透他的胸口，顿时血流如注，溅出了人命。幸存者逃之夭夭，裴成立即昏了过去。他的妈妈接到手机自动警报消息，比警察先一步赶到，跪在我面前：小严，阿姨知道你是好孩子。裴成有自闭症，人生路本就艰难，要是再搅进这趟浑水，这辈子就完了。我会带他走，等会儿警察来了，希望你别提起他的存在。裴绵姐弟自幼没了父亲，靠母亲抚养长大。阿姨说的对，裴成自闭症，情绪不稳定，不适宜出庭作证。那时我没想太多，只觉得自己是见义勇为，那人也是失足滑倒。可我没想到，自己误杀的男子是京城有名的纨绔，他家动用关系将我送进监狱，第1天就让同仓犯人刺聋了我的耳朵。当我在羁留病房醒来时，狱警把电话递给我，上面显示来自裴绵的326个未接来电，还有一堆消息，其中一条语音留言是裴母发来的：小严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带裴成出庭作证，那家人我们惹不起，希望你能原谅阿姨。至于裴绵，我编了个谎骗他，
要是裴绵知道真相，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把事情闹大。阿姨希望你能主动跟他分开。如果你想要赔偿，阿姨砸锅卖铁都会还给你。我只想一对子女平安快乐的活下去。阿姨砸锅卖铁都会还给你。我只想一对子女平安快乐的活下去。我摸了摸自己贴着纱布的双耳，医生说听力受损严重，只剩5%，终生都要带着人工耳蜗过活。这世界的美妙声音再无我无关，这样的我又怎么能再跟裴绵一起追逐音乐梦想呢？于是我拜托武警帮忙发消息，用最决绝的方法成为背叛者，从裴绵的生命中彻底消失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安心服刑，直到出狱。听说裴绵没多久就离开了京城，再回来已经是5年后，他成了唱片公司的老板，我是人人喊打的劳改犯。只是没想到寺庙一别，我还会在制作公司见到他。好不容易有家公司肯纳用我的词作，我带着简历上门求职，在接待室等了很久，门突然被推开，熟悉的脸是当年跟我们一起在京城追梦的伙伴沈生，这不是鼎鼎大名的剽窃犯徐岩吗？你这份词稿该不会又是从哪个冤大头手里骗来的吧？绵绵刚好你在，给我参谋参谋呗。生生，谁来了？录音棚里走出一对挽着手的亲密男女，裴绵看见我时浑身一僵，你不是那天寺庙的？男人微微皱眉，沈生笑着看向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裴绵力捧的新人歌手，也是他的现任男友宋岩。至于这位吗？他意味深长。裴绵过去的搭档，臭名昭著的剽窃犯徐岩。剽窃犯3个字像一记重锤，狠狠落在心口。抬眼看见裴绵脸上的笑容，原来是你。宋岩嗤笑，绵绵一蹶不振，就是因为你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在寺庙就应该再抽你2巴掌。寺庙，徐岩，你转性了。沈生冷哼，不会是因为做错事想忏悔，想遁入空门吧？没有，我就是在那里当。话音未落，宋岩的巴掌应声落下，裴绵紧紧拽住他，眼底闪过一丝惊慌。别拉我，我要给你出口气。他气势汹汹，在我俯身想捡起人工耳蜗时一脚踩下。你还听歌？听的不会是你偷走的那首歌吧？宋岩抬脚，狠狠碾碎了我最后的尊严。人工耳蜗在他的鞋底碎成几块。裴绵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切，并未出言阻止，只是看向他的脚，别伤了自己的脚。他用手拨开人工耳蜗的碎片，厌恶至极。何必生这么大气？跟这种人犯不着。这种人，是啊，我是剽窃犯、劳改犯，还是个聋子。人工耳蜗被毁，但不用耳朵都能辨别裴绵的满腔柔情。做聋子5年，我早已学会看人嘴型，不疼，就是可惜了这双鞋，是你特意在外国给我定制的。宋岩满脸懊悔，没事，我再给你订一双就是。裴绵把坏了的鞋子随手扔进垃圾桶，带着宋岩离开，连余光都舍不得落下。我死死盯着垃圾桶，不知道这双鞋能买多少对人工耳蜗呢？沈生把词稿丢在我面前，我们这种小工作室高攀不起剽窃犯您这尊大佛。带着你的东西赶紧滚，别再在绵绵面前晃悠。我俯身捡起散落一地的自尊，人工耳蜗彻底坏了，再怎么拼接都无法复原如初，就像我在裴绵心里一样，他太恨我。轻轻叹息，我苦涩笑笑走进电梯，一只手堵住了电梯门，裴绵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把我逼到角落，目光凛冽，这就受不了了。我别开脸，你不是很能耐的吗？他冷哼一声，带着我们的定情曲去投奔富婆。富婆没好好养着你，怎么让你出来抛头露面？是啊，他玩腻了就把我丢了。我仰起头笑了，所以我现在很缺钱。这样的答复您满意了吗，裴总？裴绵紧抿着唇，目光变得幽深。要不您给我点钱吧，就当是我陪您逐梦3年的报酬。您要什么我都可以给，包括我的身。我抓起裴绵的手，却被他一把甩开。不要脸！他呼吸乱了，颤抖着别过脸，你太脏了。明早8点，麦街酒吧，新歌发布会缺个吉他手，1晚5万，你来吗？来。7点半。我提前到达麦街酒吧，这里的布置和我跟裴绵相遇的地方一模一样，除了门外的灯牌，还有舞台顶部的横幅。孪胜娱乐，宋岩新歌发布会。人工耳蜗没修好，我只能带着坏的那对赶鸭子上架，吉他塞到怀里。宋岩把专辑里的8首歌都唱了一遍，台下的裴绵满眼柔情和缱绻，曲谱终于翻到尽头。我已经耗尽所有力气，只想赶紧结束今晚的噩梦，拿到5万块钱去买对新的人工耳蜗。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，都会让我想起跟裴绵共同度过的时光。每晚8点。我们准时到酒吧驻唱，没有观众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彼此的鼓励；其他时候就窝在15平米的单间，听隔壁房间摔杯砸碗的吵架声，就着方便面果腹。那份词稿是我卖的，换了对人工耳蜗。自幼父母双亡，在遇到裴绵之前，我都是一个人，没有人会成为我的依靠。突然，一份新的曲谱递到面前，我认出那是我们那首未发表的定情曲，曲的版权还在裴绵手里。还未等我反应，他已经缓缓走上舞台。各位媒体和粉丝，今天趁着宋岩的新专辑发布，我有一份礼物想送给他。为此，我还带来了家人见证。顺着他的手指，我与舞台左侧的裴成四目相对，他笑着冲我挥手，却被一旁的母亲按了下去。各位乐手老师，请开始。裴绵背过身，朝我点了点头。这首歌我要献给我的最爱。他举起麦克风，曲谱弹过1000万遍，我按上吉他和弦，不需要听觉就能熟练弹奏。总是听不见歌词，我依然能感受到2人之间的绵密情谊。一曲毕，现场响起如雷般的掌声。我站起身来，双手已经颤抖得不成样子。各位家人，我提议每个人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他们。沈生带头起哄，我愿意承包你们婚礼，
牌子满月酒的所有歌曲制作，够意思了吗？裴母把一块手表戴在宋妍手上，裴成看了看我，取下了手腕上的平安扣。所有人都把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交给裴绵和宋妍当做祝福，最后只剩下我。裴绵与宋妍十指相扣，笑意盈盈看着我，把耳蜗摘下来放进他的掌心。5年多的牢狱生活，我再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曾经最珍视的人也被我亲手推远。耳朵聋了，梦碎了，裴绵也终将成为别人的新娘。我抬起头回了个笑容，脑海里紧绷的弦砰一声断裂，心里的叫嚣骤然止歇，周遭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。祝福你，我垂下眼睑。如果婚礼还缺吉他手的话，我可以免费帮。裴绵眼底闪过惊诧，我深深鞠躬，谢谢老板的演出费。转身，在众人的审视目光中昂首阔步。手机收到转账提示音，余光里，裴成撒开妈妈的手，冲上舞台，凑到裴绵耳边低语。我伸手打车，突然听见酒吧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。这不是耳机，程程，你再说一遍，你说谁在牢里被刺聋了耳朵？拿到钱后，我第一时间去定做了新的人工耳蜗，世界重新变得鲜活。可惜5万块所剩无几。寺庙的新志愿者入住，我被迫拖着行李箱离开宿舍。沈生打电话来说，希望我能再考虑考虑跟工作室的合作。之前婉拒我的好几个制作人都联系了我一一回绝。虽然自卖街酒吧后，裴绵没再联络过我，但我心里清楚，他做的所有事，京城是不能再待了。我用仅剩的钱买了张火车票。临走前夜，我散步到之前的出租屋附近，一整片居民楼都已拆迁，现在成了酒吧街。有一家门口挂着摇奖抽签、免费喝酒的牌子，很幸运我中了。刚坐下没喝2口，就看到有人闹事，醉汉摇晃着起身，都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些歌都听烂了，有没有新鲜的？舞台上的驻唱歌手躬身道歉，把点歌本递过去，却被醉汉一把丢开。我要听的是音乐软件里听不到的，隔壁酒吧劲歌热舞的，你们连个原创都没有，真的很抱歉，还请您出门左转。你什么意思？醉汉2步跨上舞台，夺过歌手的吉他灌在地上，我给了钱你就得唱，不然我就打工商管理局投诉你，他们来查上几天你就别想开门了。醉汉的朋友们围上来，眼看着剑拔弩张，要不让我试试？醉汉的朋友们围上来，眼看着剑拔弩张，要不让我试试？众人的目光落到我身上，我迅速修好断弦的吉他，坐上高脚凳开始吟唱。此曲都是即兴创作，写满了我这5年来不为人知的辛酸，还有此刻内心的迷茫。一曲毕，酒吧里落针可闻，闹事的醉汉回到了座位上，驻唱歌手眼含热泪，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，好多人站了起来。我不禁在想，如果没有遇到裴绵，我的人生轨迹是不是应该如此？驻唱歌手想给我报仇，我婉拒了，举手之劳。再说我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了，祝你一切顺利。天色已晚，我还得赶火车。路过附近小巷时，一双手死死箍住了我的脖子，行李箱掉落在巷口，我拼命挣扎，只闻到那人身上浓重的酒气，是那个醉汉。刚刚在台下，他看我的眼神就很不寻常，突然离析原来是在这伏击我。噩梦般的回忆如潮水袭来，我摸到墙边的铁签，牢牢攥紧，心里有个声音在催促着，双手却颤抖得不成样子。哟，你还想还击呢？来，朝这儿捅，我看你有多大胆子。哟，你还想还击呢？来，朝这儿捅，我看你有多大胆子。醉汉把我压在地上，我浑身绷直，脑海里闪过的全是5年前的画面：昏迷的裴成，苦口婆心的裴母，无情的法官，凶残的狱友。他们站在我的对立面，裴绵没有来救我，自始至终都只有我自己。手里的铁签哐当落地，住手！怒吼声振聋发聩，沉重的一声闷响，醉汉软绵绵地倒了下去，一双手撑住了我的身体。酒吧的驻唱歌手，我记得他叫孟浅浅。你疯了，手里有武器，不知道自卫反击。我张张嘴想解释什么，发现自己嘴唇僵硬，浑身血液冰凉，头脑一颤倒进了他的怀里。再睁眼，人已经躺在医院里。我几乎是弹跳起身的，晃醒床边困倦的孟浅浅。那醉汉死了吗？警察是不是要来抓你了？怎么会？孟浅浅揉揉眼睛，他就是轻微脑震荡，已经送到医院了。再说了，他是施暴未遂，我们彼此作证，你怕什么？我怔愣地看着他，怕什么？是啊，我在怕什么呢？他是施暴未遂，我们彼此作证，你怕什么？我怔愣地看着他，怕什么？是啊，我在怕什么呢？怕再次回到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去，怕失去生命里仅剩无几的温暖。孟浅浅把我按回病床上，医生说你受惊过度，要留院观察。我酒吧的事情忙不开，已经联系了你的亲属过来。亲属？我怔了怔，之前的联系人和通话记录都已经删除了，他是怎么联系到认识我的人的？你昏迷的时候，刚好有电话打进来，说是你的弟弟，叫裴成。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与病房外的敲门声同时响起。裴成站在门口，双眼含泪。对不起，这是他进门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。这2年裴绵飞黄腾达，
把他送到国外接受1对1治疗，自闭症已经好了很多。刚回国就是去麦街酒吧参加宋妍的新歌发布会。我想说没关系，都过去了，可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。5年了，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3个字，好像我做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。我抿着嘴笑笑，抹掉泪珠，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。因为当时的我最爱裴绵，爱屋及乌，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他的弟弟。可我并不知道，结果如此难以承受。裴成垂着头，一直掉眼泪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扯扯嘴角，试图缓和气氛，还给我打了好多电话。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姐姐她很爱你。电流贯穿全身，我僵在原地。别说这话，裴绵应该马上要跟宋妍订婚了。我这个前男友不是的。裴成撇撇嘴，姐姐跟宋妍不是真的，她只是借这个男人来气你。你消失5年，妈妈不让我告诉姐姐真相，姐姐以为你真的背叛了她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整半年。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密封袋，里面装着一小片干瘪的人皮，上面清晰印着我的言字。原来那片纹身没有被洗掉。裴绵用小刀割下皮肤，想忘记我却做不到。裴成说他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，疯狂做音乐跑演出麻痹自己，直到创办孪生娱乐荣耀回归，签下跟我眉眼相似的宋妍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带来寺庙向我挑衅。那宋妍麦街酒吧那件事后，姐姐已经跟宋妍说清楚，也赔了一笔钱做补偿，可宋妍还是不依不饶。那天在家门口蹲守，姐姐却什么？我隐约觉得这几天裴绵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。知道真相后，他跟妈妈起了争执，妈妈气得脑溢血进了医院，姐姐也从医院消失了。什么？我瞪大双眼。裴绵的性格轴得很，当年我宁可坐牢也不肯告知真相，就是怕他一时冲动，反倒托朋友给我安排工作，让我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尝试着回拨裴绵的号码，却提示已关机。正此时，孟浅浅推门进来，将一张宣传单递到我手里，创作歌手大赛。我没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指了指主办方的最后一栏，赫然写着孪生娱乐4个大字。你找不到他，就先让他找到你。起初我并不同意，一个需要戴人工耳蜗的聋子去当歌手，也不怕让人看笑话。可裴成求我。裴绵失踪近1周，除了每隔2天发信息报平安后，根本不露面。我知道他是不想裴母报警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隐隐总觉得会有大事发生，我们必须在此之前阻止他。孟浅浅说的对，无论如何，我必须给这段感情一个交代。很快的，我们通过主办方的海选，成功晋级全国赛区，但直到进入全国10强，都还没见到裴绵作为评审露面。此时，距离我从麦街酒店离开，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。我跟孟浅浅搬进选手宿舍，全国10强里只有我们是男女搭档模式。为了方便创作排练，主办方安排了上下床。我跟孟浅浅搬进选手宿舍，全国10强里只有我们是男女搭档模式。为了方便创作排练，主办方安排了上下床。看着他忙前忙后收拾行李的背影，我心里的疑问始终挥之不去。寻找裴绵跟他没关系，他为什么要帮我？我问过他，这也是帮我自己啊。他淡然一笑，酒吧歌手最好的出路，不就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吗？再说了，傍上你这么个天赋型选手，我还赚了呢。滴水不漏的说辞，可我总感觉他身上有种莫名熟悉的感觉。也许是我蹲了5年大牢，对人的戒备心特别重吧。我揉了揉发酸的眉心，拿起换洗衣物进了浴室，顺手把门反锁，并加了个堵门器。没想到偏偏出了意外，人工耳蜗不慎进了水，戴上时突然发出刺耳的声音，脑海里突然一阵刺痛，那些不堪的回忆如潮水般袭来。监狱的男囚狞笑着，用铁丝捅破了我的耳膜。我被丢弃到水房的角落，直到狱警发现送我去医院，给我安排人工耳蜗。整整34个小时，我的世界一片寂静，睁着眼不敢睡，生怕醒来后无感尽失。黑暗像猛兽一点点吞噬着我。啊！我突然爆发出一阵绝望的悲鸣，在浴缸里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却不慎脚底打滑。孟浅浅听到喊声在疯狂拍门，可我耳蜗进水，听不见任何声音，只知道不停地尖叫。门被堵死，我的头磕在浴缸边缘，渗出血水，人也开始变得意识模糊。当耳蜗里的尖锐声音消失，我终于听见孟浅浅焦急的呐喊。水已经摸过了我的眼睛，我浑身无力，慢慢往下沉。脑海里突然闪过裴绵的脸，造化弄人。每次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都不在身边。5年前的决定是我咎由自取，我没资格责怪任何人，就这么沉下去吧，也许也是一种解脱。喝过孟婆汤，是不是就能忘掉那些生不如死的日子？就在我丧失求生意志的瞬间，浴室的门被重重撞开，堵门器损坏变形。孟浅浅把我从浴缸里拖出来，在睁眼时看见的是她布满红血丝的双眼，那双眼尤为熟悉，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醒了，我摸摸后脑的纱布，还好伤口不算深。孟浅浅把人工耳蜗递给我，幸好没坏，把里面的水吸干就好了。谢谢。我戴好耳蜗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说啥呢？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是你先在酒吧给我解围的啊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是你先在酒吧给我解围的啊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他慌忙摆摆手，衣服是其他工作人员帮你换的，我也是后面才进来的。看他惊慌失措、语无伦次的模样，我心里的阴霾驱散不少。我们是不是之前就认识？我终于问出了压在心里的疑问。你胡说什么？孟浅浅眼底闪过一丝失措，但很快又恢复如初。
你肯定是砸伤脑子胡思乱想，赶紧休息吧，过2天还得比赛呢。想起几天后的最后一场总决赛，我不禁心口发虚，破天荒采取直播的形式，一来怕自己表现不好，二来怕裴绵不露面。我们2个多月以来的努力就算白费了。孟浅浅见状安慰我，没事，就算全国10强的含金量也很高，我们在跑酒吧驻唱酬劳也更可观。至于裴绵，最多我陪你满大街发寻人启事，我就不信没人见过他。我笑着叹口气。直播当天，栏目组突然召开紧急会议，我和孟浅浅如约赶往，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。怎么了？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导播把一叠东西丢到我面前，你打开手机自己看吧。昨晚突然有人向媒体爆料，关于我曾经因误杀而坐牢的消息铺天盖地，仅1夜就在网络上迅速发酵。突然有人向媒体爆料，关于我曾经因误杀而坐牢的消息铺天盖地，仅1夜就在网络上迅速发酵。今天早晨，观众陆续向栏目组发出质问，是否要让一个劳改犯继续参加比赛，甚至夺取最后的冠军。栏目组以及背后的资本，现在分为2大阵营，一边是主张取消我的比赛资格，避免事态继续扩大，一边则认为不能放过这次炒作的机会，等直播结束再把我封杀，平息舆论。双方各执一词，距离直播还有3个小时，选择权落回了我的手里，是主动退赛回去当酒吧歌手，还是走到最后？对不起，我垂下眼睑，不敢看孟浅浅的眼睛。虽然不知道是谁被刺我，但这件事因我而起，却拖累了你。要不我去跟节目组说说，你自己参加总决赛。不，他坚决地打断了我，们一起来的就要一起回去，没了你，这个组合就没了创作核心，单凭我一个键盘手能成什么事？其实我能看出来，孟浅浅的键盘功力很强，音乐素养也不在我之下。为了鼓励我，一直装作能力不济的样子。这几天他鞍前马后照顾我，我在脑海里已经渐渐拼凑出了他的样子。我们确实是旧相识。手机铃声突然截断思绪，是栏目组打来的，通知我们继续参加直播。这是栾盛娱乐董事长的要求，今天他会出席直播现场并致辞，所有选手都不得缺席。裴绵露面了，我和孟浅浅面面相觑。就在我们来不及反应时，敲门声骤然响起。打开门，看见的是裴母焦急的脸。阿姨，你怎么？她却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好孩子，求你阻止裴绵吧，他要用自己的一切去还你一个公道。我把裴母扶进来坐下，卖给媒体的消息是宋岩放出来的。裴绵已经成功搞垮了林家的产业，现在商业罪案调查科马上上门，我搭好路让他到国外避难，他偏偏在这时候回来参加直播。林家，我搜索哭肠，5年前被我失手捅死的男人，不就是林氏集团的少爷吗？他爸打通关系把我送进监狱，又买通囚犯废了我的一对耳朵。我才知道裴绵失踪的这2个月都在干什么。他先是找人高价买入林氏集团的股票，再制造丑闻压低股价，逼迫股民低价抛售，用自己的全副身家打残了林氏的资金盘。紧接着找到林氏的话事人，也就是毁我人生的幕后黑手，以资金协助的由头，成功将人绑进了货仓，逼迫他录下一段认罪忏悔的视频后，废了他的一双耳朵。紧接着找到林氏的话事人，也就是毁我人生的幕后黑手，以资金协助的由头，成功将人绑进了货仓，逼迫他录下一段认罪忏悔的视频后，废了他的一双耳朵。在直播开始前1个小时把人放走。裴绵自己则拨通母亲电话坦白一切，拒绝到国外避难，反倒大摇大摆地走进直播厅。好孩子，之前的事是阿姨对不起你，可裴绵是没有错的，他从头到尾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求你带他走，现在只有你能劝得动他。见我犹豫，裴母再次跪倒在我面前。现在估摸着姓林的已经平安到家，而且打电话报了警。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商业罪案调查科和警察一起上门把裴绵抓走吗？所有的错都是源于我，你带他走，我留下来应付警察。裴母痛哭流涕，拼命推搡着我出门。这件事之后，你们就在国外定居，好好生活。好好生活吗？我跟裴绵，这好像是我认识他以后毕生的夙愿了。可此刻站在休息室门口，我才发现这个愿望早就成了奢望。在监狱里那5年，我日夜想的只有怎么活下去。出狱后连温饱都成了问题，我根本没时间去想情情爱爱的事。正此时，一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，回过头是孟浅浅坚定又温柔的笑容。进去吧。他轻轻扭动门把手，进去结束这段恩怨。裴绵就坐在沙发上，似乎对我的到来并不感到惊讶，只是眼圈渐渐红了。你来了，这句话耗尽了力气，似跨越万水千山，最终送进我耳里。我来了。裴绵低笑一声，我妈找过你了吧？以为你是带我走的，是进门之前确实是这么想的，可看到你之后就打消了念头。我把机票和护照放到她面前，她却扬起脸，静静地看着我。选择权在你，不在我。我一怔，我妈应该说让你陪我去国外开启新生活，因她也知道我不可能自己走，所以我犹豫片刻，摇了摇头。裴绵却笑了，笑出了眼泪。我猜的没错，你果然不愿跟我走。我张大了嘴，想告诉她这5年经历的非人折磨，话到嘴边咽下了。人要为自己负责，逃避不是办法。裴绵勾勾嘴角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没想听我妈的。如果我是说如果，她抿唇欲言又止。如果我要坐牢，你会不会等我？我有心爱人了。
裴绵卑微的恳求戛然而止。他苦涩的笑笑：“是那个键盘手吗？叫孟浅浅的。”我点点头，我认得她，是个不错的女人。裴绵把机票护照推回到我面前，起身背对着我，抑制不住肩膀颤动。她哭了。走吧，直播开始了。她拉开休息室门。等等，我叫住她，我不怪你。裴绵呼吸一滞，脚步停了下来。5年前那件事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不怪裴成和阿姨，更不怪你。你不需要自责，你不需为我做。呵，裴绵闷哼一声，捂着脸蹲在地上，踹气声骤然加大。这些日子，我强迫不去回想，可一幕幕太真实，在脑海反复播放。明明为了裴家，你才留下来的，却因我妈的私心和林家的权势，是让你一人受伤。而我呢？他浑身颤抖着，泪水浸湿袖口。我尽信了你背叛。这5年，我爬越高，你生存都成问题，还带宋妍气你。我好像根本不爱你。都过去了，满腹委屈和痛苦，汇成4字落他头顶。像从前他受挫时，我轻轻抚摸他发顶。此稿换了人工耳蜗，我们算是两清了。裴绵怔怔抬起头，眼里全是泪水。楼下响起警车声，他踉跄站起身，塞给我个文件袋。我要面对选择了。希望在你心里，我还是那个裴绵。一腔赤诚，一往无前。文件袋里有东西：林晋认罪的视频，宋妍的聊天记录，还有一张曲谱，是他写给我的歌。此稿被我卖了，换人工耳蜗。他重新精修曲谱留给我。因董事长被捕，节目直播延期。裴绵案子开庭日，裴成联系了我，希望我能出席。我正在宿舍里打磨决赛新歌，毫不犹豫拒绝他。为什么？他带着哭腔道：“姐姐想再见你。”在他被判入狱前，我嗤笑一声：“你错了。”他最不希望我去，他希望在我心里仍是那个裴绵，抱着键盘的样子，而非戴着手铐。挂断电话，发现孟浅浅站在身后。你真的不去吗？不去。裴绵也不知情，都是他妈隐瞒。没想过等他出来，再给一次机会吗？我怔愣，笑着摇头。其实这5年多，心里一直念着他，即使他身边有人，也不肯死心。直到麦街酒吧，他用定情曲宣告即将跟宋妍订婚，心里的叫嚣声才彻底偃旗息鼓。后来做的一切，出于对老友关怀，给感情最后交代。当时我为他承担，今天我孤身离开，闯属于我的未来。你想清楚了？孟浅浅皱起眉。我扬起脸问他：“你很想我去吗？”楚京赛区35号。他怔了半瞬，脸肉眼可见红了。不知你在说什么？他嘟囔回到键盘前：“你爱去不去？抓紧时间排练，别给我拖后腿。”我把手揣进口袋，捏紧了那张合照。那是翻出的旧物，照片里满脸青涩。孟浅浅也在，她站在末排角落，眼神落在我身上，寸步未离。直播前，证据交给了警方，林家恶行被公诸，宋妍因其成恨，捏造我的黑历史，我被冤坐牢之事，终于真相大白，舆论开始偏向我，声讨林家和宋妍。栾盛娱乐倒台后，宋妍刚寻觅到新东家，经此一役后反被雪藏，林家彻底覆灭。裴绵因为2项罪状入狱，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裴母带着裴成去了国外生活。直播结束，我跟孟浅浅斩获冠军奖杯，顺利跟唱片公司签约。在被送往歪国音乐殿堂深造的前夜，我托人把那份曲谱送进监狱。在被送往歪国音乐殿堂深造的前夜，我托人把那份曲谱送进监狱。曲谱重新填词，背面写了一段文字：这首歌拿了冠军，谢谢你。如果还有机会再见的话，我希望能跟你再度合唱，祝福你一切都好，再会。其实还有几句话我没写进去。5年前没发布的这首歌，5年后终于被听见。时间终将变成回旋镖，正中我们的眉心，把这首歌的版权授予裴绵，也许是对我们这段感情最妥善的结局。该登机了。孟浅浅站在我身旁，我把那张合照递给她，她接过并不惊诧，只是淡然一笑。还是被你发现了吧？我就知道我这拙劣的演技瞒不了多久。当年抱着键盘来请教的青涩女孩，最终长成坚韧的花。她把我临别时赠予的吉他拨片做成戒指戴在手上。当我认出来时，所有的疑问都烟消云散。出发，顶级音乐殿堂。我回望登机口，振臂高呼。等我回来，要成为最顶级的原创巨星。